那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啊，我呢就宣布一件事情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今天也想宣布一件事情。那你先说。女士优先。我先说。哎，那你那事儿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这就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了。我这个也得看是从哪个方向看了。就行了吧，你们俩来来回回打什么哑谜啊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赶紧的。你先说嘛。啊，那我先说，好吧，我来替她说，她怀孕啦！啊，真的？我要当姑姑啦！啊！太好了，米宝，我这次可一定要好好保胎啊！你是有过这个流产经历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从现在开始头3个月你在家里躺着给我过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医生说了没有关系的。什么叫没关系呀？是医生的肚子还是你的肚子啊？出了事情谁负责？我跟你讲啊，保胎药必须天天吃。想当初你就是我打了1个多月保胎针保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又老焦啊！那你呢？啊，你呢？哎呦，就那傻小子要当爸爸，傻死呢！赶紧说吧。我要10月了。啊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啊？哎呀，够快了，你是孕妇，这玩意开车不要命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接下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有孕妇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空间狭小，空气稀薄，咱们限人数，咱就女士优先嘛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上吧，快！哎，女士优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可以了啊，你们等下一把啊。挺麻烦了啊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差这2步了。早。早。哎，早姐。早。早。来。你不是手机不是？你们公司这么多电脑，安全第一。哎，听话。老大，那个咖啡泡好了，放我桌子上。好。你嫂子现在不能喝咖啡啊！来，给你嫂子杯子，温的啊，千万不能太热。下班我来接你啊，安全第一啊！菜齐了，这怎么全是生的？这不有熟的吗？你把我们当兔子了。你媳妇儿需要营养。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，他说所有这个煮过的蔬菜啊，里面的酵素全部都被破坏了。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，你们没有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力吗？你们以后得听我的，要学会养生。我现在要去叫外卖，想吃的跟我来。我要吃烧烤。我吃馄饨。好。给我点2个腰子。你怎么没去倪家来啊？这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你这就是缘分啊！倪家来纪念品呢？啊？我辞职了。很好。好
好什么呀？都失业了。这正是弑父的象征。哎呀，陈大夫，这不是你真实啊。哎，辞职以后什么感觉？很平静。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？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，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。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。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例。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，证明你有典型的 Oedipus 情节。甄大夫，我真没病。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很多人呢说男人对这种事情是后知后觉，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。性别导错。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怀孕期间检查你的荷尔蒙变化。甄大夫，再也不见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，它会跟你。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！都拖了1个礼拜了，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，我用你来啊！什么马上？你上次也说马上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你3小时。史明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。快点，儿等你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做产检。产检？天哪，你简直是西施好老公啊！哎呀，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陪我来做产检。不是嘛？你老婆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们老公肯定忙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来的呀！你们老公肯定是忙，没事，我替你们老公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。谢谢。我帮你打热水，什么需要交费的单子吗？我帮你们带过去，帮你们跑团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。真好。喂，我会看怎么样了？不能用手机。哦。产检呢？大夫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定。这宝宝是哪儿不好了吗？我上次产检的时候还都好好的呢。等一等。我就说吧，让你别上班，头3个月那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下好了吧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宝宝，我担心你，岁数这么大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。都别说了，没完了还。宫内妊娠10周，双胎。双胎？双胞胎？这说谁名堂？哎，你怎么开得更慢啦？哎呀，这挺快的了，咱车上现在4个人呢。不过这一下来了俩，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俩能成。哎，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，得请金牌的吧？还得是2个。哎，这个婴儿用品咱得买双份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草率了，这婴儿车买早了，咱回头给他退了，换个双人的。你呀，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！你看，人都说了，说我性别倒错。谁呀，嘴这么坏？哎呀，不过，张张，这俩要是出来了，咱家可怎么住啊？哎呀，没错啊，现在有点住不下了，一下来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积极更健康。妈，哎，快出！今天怎么下班那么早啊？哎呀，我们2个去产检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啊？
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您自己看吧。双胎啥意思啊？就是您看到的意思。2个双胞胎。真的，你看这儿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嫂子真厉害，一怀就怀俩，行啊你。那宝宝出生以后，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？有啊，厨房、厕所、床底下都可以睡。哎，别瞎说吧，快给嫂子热水，快去。哎呦！哎，干嘛？太危险了！哎，帮着捡一下，捡一下。你不管。至于吗？哎。下班了节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耶，什么呀？双胞胎。双胞胎。真的？哎，恭喜啊！姐夫请客吃饭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这一下能怀俩？也就10天一个人形手屋，8天一个千年老参，5天一颗灵芝，3天一只王八，1天一只鸡。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，这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孕妇，受法律保护的，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！哎，我这刚找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，你就又给我出难题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讲吧，我现在什么打击都能承受得住。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给杨真啊？他吃得了这个嗟来之食吗？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。我给你推一个猎头的微信。好，谢谢。他是公司的领导层，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。沈明宝怀孕，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，还有新曲风。沈大经理如何？告诉过你，许可欣不简单吧？如此看来，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。老板这边请。薛总，你们过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你俩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我这刚怀上孕，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叛徒，这么快就发给你了？我是要吃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个男的，绝对是个渣男。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。你一个孕妇，1级保护动物，还闹过劳务纠纷，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？我哪儿像孕妇了？你看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不是个正常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从闺蜜的关系上看，我恭喜你造人成功，但从雇佣关系上看，这的确是个噩耗。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。可以啊，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。嗯，在戚薇那儿，这事儿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。行。看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宝宝的。你这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快坐，快坐，手机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没给你说是没到3个月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事儿，没敢声张。哎呀，确实这个月份得小心。来，喝水。哎，我听薛可欣说，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嘛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啦。我真没白疼你，正是时候。哼，怎么啦？哎，我当时啊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现在冷静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
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工作呢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，感情呢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。结果自己挖个坑给自己跳进去了。哎呀，爱情还是要有的嘛。只是我辞职之后呢，我这位老母亲唯独的化妆机会就是去开家长会，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期了。大毒啊，那小胡，他现在还那么忠犬吗？哎，别提了。笑面虎这个王八蛋，把这事儿捅给他妈了啊！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？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妈可厉害了呢，见到我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，还上手了。你看这鹰爪功啊！哟，这挠挺严重的呀。是啊，这现在还是红着呢。那小胡他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就是一妈宝男。那这意思你俩掰了？长痛不如短痛嘛。行，没事儿，反正咱有工作。这薛可欣啊，马上就新三板上市了。哎，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薛可欣又说了，咱们排坐分果果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啊？耶！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喂，有猎头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有新工作了。客人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你就是那个杨铮啊？什么叫那个杨铮啊？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？啊，你现在名气可响了。啊，是吗？由于你的技术失误，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事件。那不是我的责任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员工，出了问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失误导致了产品召回。杨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。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？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，带着100人团队主导了4项研发，全部都是封闭开发，一关就是1个多月，其中3项实际。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快乐工作，不提倡加班。那最好，我也不提倡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但是我们是很看重员工忠诚的。听说你在华润东方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，还带着员工造反。我确实参与了，但不是我带的头。我确实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具体说一说。首先是以极低的薪资水平压榨新人，不说鼓励加班，但说鼓励奋斗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？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，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。因为你不加班，就等于不奋斗啊。其次，是内部竞争，为了不被淘汰，部门之间要竞争，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内耗啊。如果一个新人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混到了中层，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办公室政治里去。所以一旦出了问题，没有人想办法解决，都得找背锅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饭碗，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。第三，追求成功，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同于失败啊。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？不是我们自己，是老板。这样的评价系统本来就是不公平、不客观的。我的人生成不成功，不是取决于老板对我的赞许、公司的嘉奖，而是取决于我的价值能不能最大的体现，我的潜力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。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和企业放大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要再找工作，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。但是很遗憾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。
闹钟呢？我闹钟没响吗？响了，给你按了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哎，我今天见客户路上有多堵，你不知道吗？戚薇不是回来了吗？让她去见客户啊。你现在怀孕了，你让她多照顾照顾你，帮帮你的忙。谁家公司养闲人呐？我不上班，身上掉馅饼了。你说谁闲人啊？人们不一心嘛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是心疼老婆，想让我多睡会儿。还算有良心。哎，你今天不去面试吗？不面了，为什么？不想面了。我早就上了各大公司的黑名单，叫我去面试跟看活似的，谁敢真用我？哎，我听猎头说有一家公司1试已经过了，等着去2试呢。我去了。帮我拿下手机。那这以后呢？以后也不去了，不想把伤口揭给别人看，大家都看我疼的是自己。以后啊，我就在家给你煮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这条鱼孕妇吃了最好了。老板，再帮我再拿一条，我媳妇怀双胞胎。呵，一次性完成生育指标啊，有效率。啊，54。不是老板，便宜点呗。行，零头给你抹了50。太不爽快了，就抹了个零头。现在生意不好做呀，理解理解吧。那你再帮我套个袋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看不出啊，你还是个好老公啊。现在年轻人出来买菜了，可真不多了。支付宝到账50元。啊，年轻啥？都快40了。谢谢。行行行，再来啊。杨真啊，杨真，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吓我一跳。怎么了？没吃饱？做实验呢。我把楼下超市的薯片全买回来了，看看哪种薯片分贝最低，就会通过那样的共振把电视的声音压住。就这么无聊啊？不无聊啊。起来，起来！我跟你说了，人懒久了就会丧失斗志的。起来，去找工作。起来！2个宝宝说来就来了，咱们还得换大房子呢。民宝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怎么啊？还指着一个大肚子去挣钱呢？啊？妈，你以为我不想找工作呀？你以为我愿意在家当米虫啊？我去找了呀，人家出事就把我给刷进来了。你知道有人现在像什么吗？就跟这个薯片一样，人家都把我当零食，没人拿我当正餐。儿子，逆水行舟。你要是再给我上这种心灵鸡汤的课，我就离家出走了啊！到点了，我得去上产前准备课了。则退。好，我们拿一片纸尿片，把内折页折出来，好，轻轻的拉动一下。你好，老师，不好意思迟到了。我们这是孕妈课堂，您是？啊，我报名了，杨铮。哦，好，那您请进吧，拿一下东西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好。好，来，大家都看我啊，我们继续。我们把这个宝宝的腿轻轻的用右手抬起来，然后迅速的将纸尿片儿放到他的身下。
基于媒介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已经不灵了，依靠强势渠道、广告轰炸建构记载力。老公，我想喝酸梅汤。泡的形式，慢慢的把宝宝放进去，摇一摇，接触水温，摇2下，好，放到我们的澡盆当中。好啦，各位同学辛苦啦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最近看没看那个黄金档？那叫《我们都要好好的看》。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啊！哎呀，这怀孕期间害怕这么一哭影响孩子的发育。是那戏看了，我也看，太闹心了。但是我跟你说不行，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怀孕的时候老公出轨了，天天干架，天天干。最后生完孩子畸形，畸形，那最后结果怎么样？离婚了呗，还能过呀？能过吗？哎呀，离婚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不要有负面情绪，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健康。对，不过我不担心。哎呦，我老公是搞金融的，一天忙得很呐，他可没时间出去。我也不担心，我老公4大的。我老婆也没时间，我老婆女强人。公司马上就要新3板上市了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！是啊，我老婆那家伙，那但是明天商场里有什么打折？我带你去。哎，什么打折？我明天没事，我跟你一块去。那个都是女装，去看一下。我老婆的女装你不懂。什么面？不是他老公的教练，一会儿下课找我。陈总到了，那你等我把车停完，送你上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？那你都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出去挣点外快去呗。有人找你姐干嘛？跑网约车。哦，那也行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哎，等，我给你开门。下班见，拜拜。妈妈，我这车涡轮增压，0到100公里加速才7秒，推背感杠杠的。哦。还有我这音响，要不要听听啊？重低音减脂，不要太爆。还行吧。那个，我这车势是有点糙啊，比起你哥那车差的稍微远点哎，但是没准你哥那车还跑不过我呢。那跑那么快干嘛？又不赶着投胎。也是。哎，妈妈，你想去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哇，妈妈，这里风景好美啊！妈妈，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好呀？没有，我嫂子一下子怀了双胞胎，家里肯定没有我住的地方了。我就在想，要不找个人嫁了。哦，好啊。你也觉得这个主意很靠谱吧？嗯，你那家庭关系那么复杂，寄人篱下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哎，不过妈妈，但是择偶呢，你一定要认真考察，仔细筛选，标准千万不要太低，但是适当的也不要太高。你一定要从人品、
学历、颜值多方面去考虑。我的择偶条件呢很清楚，就是2个不考虑，一就是对感情不专一的不考虑，2就是没有8块腹肌的不考虑。你懂我意思啊？那个我又没想追求你，你的择偶标准为什么要跟我说呀？你没想追我，那你还总给我的刷宝点赞，3天2头的找我。我那是买了辆新车，我想找人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。哦，那行吧。哎，曼曼，你去哪儿呀？我车在那边。文件我看了啊，不可以，必须修改，按照我说的来。怎么了，小刘？感觉不太对，报警了。稍等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赵董，车胎爆了。叫个车。是。赵董，车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赵董，这是我能叫到最快的车。你好，很荣幸为您服务，请系好安全带。目的地如果变更的话，请提前通知，谢谢。哎。啊？哦。用我去接你吗？啊，我刚接了个单。离你那儿不远，你几点完事儿？司机师傅，开车能不能专心一点？这要是我家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，我早点把他开掉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你有本事照顾好你自己吗？你要没本事就让我来，我一会儿接你去啊。啊，好，先挂了不说了，我这乘客有点不高兴了。嗯，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怀孕了，多说了2句，一会儿您别给我差评啊。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嗨，不想结就不结呗，不结婚也不犯法。是不触犯法律，可是犯了世俗的法，犯了伦理纲常的法。嗨，现在都喊不婚不育保平安了，谁管你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啊，我看您这个形象应该不愁找啊。凡夫俗子，以貌取人。我觉得呀，您要是单身啊，肯定是因为太高冷了。我回国来才知道，有个词叫做婚恋市场 ，you know market。谈婚论嫁已经赤裸裸的变成了交易，问斤要两，讨价还价。适婚男女已经像地摊上的苹果一样，等着被人挑拣了，卖不出去就掉价。送你一句话啊，要是生活调戏了你，还是得保持幽默感。生活调戏过你吗？嗨，我一直在被生活调戏。跟您说实话啊，我这是刚被开了，这开车现在属于是再就业。什么原因？犯小人吧。中国人总喜欢把人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犯小人，借口。哎呀，跟您说了，不信就算了。要是有人像你对你老婆那样对我，我可能会义无反顾地嫁给他，不管他老与丑，结婚与未婚。哼，我对我老婆怎么了？你稍等。我的面，没事吧？什么没事？多有事！你看我这伤。有问题解决问题，你喊什么呀？我这车就倒了，我这面都洒了。你车倒了，你还给我车划了呢。
我不管，反正你把我车撞倒了。不是我这右转线，我这右转，你怎么能从人行道上过呀？你别信你这么开车，我有路权的。你去隔离带呀？你要去？我不管。你什么路权？这师傅，右转，你知道？那快点，还有事呢。评评理。不好意思。说阿姨们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，起来！我不起来，我腿动不了了，我。行了，快点走了。我这怎么起来呀？我腿动不了了。起来说话。我站不起来了。明宝回来了。哎妈，哎呦，快点来！哎呦，快来，专门给你弄的有机猪蹄儿、有机黄豆，还有机酱油。妈，你快把这端走啊！啊，我现在吃不了猪，闻不了猪，听见跟猪有关的字儿，我有时候恶心。哎呦，是吗？干什么啊？拿去。那再换一个。来，酸黄瓜，尝尝。这个不错。哎，来你尝尝。尝尝。哎呀，干什么？这是给你嫂子腌的。我试试毒。你这，哇，好酸！就说让你别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多吃，来，吃。杨铮呢？拉活还没回来呢，你吃吧。哟，回来了，杨铮，赶紧的，洗手来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怎么了？没咋。哎，你别，一会儿我来弄。这几个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都怨我怕打车花钱。就打车花钱，买房子不花钱，还看那么好的地段。你别光看总价格，要看性价比。大妈说了，还要有好的配套。配套特别完整，我告诉你吧。哎，从幼儿园到大学那一条街全搞定了。人家孩子还没生出来呢，你就把人上大学的都给定了。这以后这牙也没长就看上牙科了，这字还没识呢就看上眼科。嗨，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。我挑的呀，都是性价比最高、房东着急出手的那些房子。那个地方马上要通地铁了，通完以后还会涨价，1000多万真的不算贵了。多少钱？1000多万。1000多万，疯了吧？不是谁跟你们影学去看这个房子呀？是我。是不是？现在这个家，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经过我了。我是透明的，是吧？咱俩聊聊呗。哎呦，我跟你说话呢。聊聊。有事儿您说话。你创业吧，好不好？可惜啊，我们这个搞 IT 的是吃青春饭，过了35岁以后就该退休喽。我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创什么业呀？谁说的？你可是理工男中的文艺青年呀！要情怀有情怀，要头脑有头脑，写得了 APP， 修得了家用电器，给你一把螺丝起子，你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就是找不着工作，那是他们没眼光，真的。创业吧，好不好？人生能有几回搏呀？这个内容呢，咱们俩可以好好想想。你想啊，我是市场脑，你是技术脑，咱们俩这左右一平衡，肯定能够左右逢源呐。哎，沈明宝，你这准备的够充分的呀！你这是打好了副稿过来忽悠我的是吧？那倒是也没有。啊，那这马屁拍那么响，图个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哦，图一个大点房子是不是？那你看这一下来了俩，换个房子，它不是刚需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养孩子赔钱，这996赔命，这买房子是赔钱又赔命。
我看人家从前的亭子间10几平米，这一家人5、6、7帮口过挺好的，没毛病啊。是，我们现在这房子是小了点，就门口那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啊，对，是差了点，但是咱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吧。你为什么非得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就把你老公往那梁山上逼呢？谁逼你上梁山了？这不是你自己找不着工作，跟这儿郁闷的吗？哎呦，我天天买菜打游戏，我不要太开心了，我神仙般的日子，哎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郁闷了呀？那你倒是给个笑脸啊！我是天天下班回来就看你这张臭脸，要下雨不下雨，要打雷不打雷的，成天阴多多、黏糊糊的，闷不闷啊你？哦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啊？我应该抽烟，我应该酗酒，我应该没人打麻将，跟那些隔壁邻居下象棋啊！我失业了，但是我是个男人，我脸上我得要点面子吧？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表演成那种失业的男人吗？我就不，我怎么可能遂了你们的心愿呢？你现在就是工作找不着，创业我不想创。你要是心甘情愿这样也行，问题是你又不甘心。哎呦，沈总，您是怎么了？瞧不上我了是吧？这8、90平米的这房子太小了，住不惯了。我这个经济适用老男人你瞧不上，然后你想怎么着？想换啊？错了，我跟你说，男人不是换衣服，是说换就能换的。想什么呢？杨正，你就是这样放飞自我跟我吵架是吧？你也不看看我现在什么情况？对，您现在怀孕了，您是最大的，我们都得跪着跟您聊天，得拜拜您呐。创业，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，资金呢？市场调研得花钱吧？产品研发是不是也得花钱？我说了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沈总怎么支持啊？把房子质押出去，你干吗？到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的就是你。那你试试呀，你看我到时候是支持还是反对？沈总，您还是奔着您的大房子去吧啊！这房地产每隔几年就有一轮高歌猛进，比你老公创业靠谱多了。你以为我愿意给你烧钱呢？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小富即安，你就不是个创业的人。对，我不是创业的人，简总是不是？简宁是，他正是个总，我啥也不是。你有病吧你？哎呦，人家简总现在电脑里还留着你照片呢，你就是他心目中的白月光，你知道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沈总，买到我这样的股票，垃圾股票啊，当机立断，止损最重要。你行。你，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俩，现在正是孩子发育最要紧的时候。行。哥，你都没工作了，你就淡泊一点，当个佛系老公嘛。他没事吗？你老婆说错哪句话了，惹着你啊？他说的都对，就是太对了，句句都戳我心窝子。来，差不多可以了啊！怎么样，设备调试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来。太阳太晒了，我睁不开眼。一定要帅帅的啊！行，咱们试试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开始。各位水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塑形瘦身达人直播间，我是新人主播小帅刚。接下来我会教授大家健身、塑形、瑜伽，还有一些新的方式，帮助大家快速的减肥和塑形。哦，当然还能帮助产后修复。那个，
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女生塑形和男生健身的区别的话，作为一个健身教练，我在后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支持新人主播，主播人长得帅，声音还好听。哎，这位小姐姐真的很有眼光啊！哎，没想到这么快直播间就有粉丝了。谢谢这位小姐姐刷的水晶戒指，感谢感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谁啊？没见过呀。寿山区都是女主播呀，怎么来了个男的？又肯定播不了2天就开始直播带货不交干货了，都是套路。哎，有一说一，这主播看起来挺可哇，爱的。谢谢这位土豪刷的游轮啊！感谢感谢。刷个办卡。啊，那个我是教干货的主播，没有才艺的。还挺高，个个都说自己叫干货。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真有人觉得他身材好吧？这人哎，大家别着急啊，我有快速瘦身的方法，马上教给大家。哎，别这样啊，你这样我禁言了。下播，快下播。那算了，我先下播了啊。直播太难了，万事开头难，第一次都这样，我们下次再来。老板，我吃什么吐什么，我要死了，没有劲儿来上班了。亲爱的，虽然我需要你，但宝宝更需要你。我授予你自行决定上班与否的权利。哎，我刚煎的蛋呢？不要啊！元宝，吃饭了。老婆，吃饭了。哎，来来，快快坐下，吃饭了。哟，你吃不下，那喝点粥。喝点粥。算了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是上班去吧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路上慢点啊。赶紧去送啊！态度好点，快去呀！快点。干什么呀？帮你把车先打着了，开着空调，我怕你一会儿进去热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让开吧。还不是你真不用我送你了？不用，起开。杨铮，说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？谁要说对不起啊？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哪儿做错了？我不该跟岳父吵架。
你这意思，我要不是孕妇，你就该跟我吵架呀？哎，不是，沈总，我都说对不起了。哎，不是，咱能不能不这么强势啊？别把你在公司那一套说一不二的女王范带回家，行不行？说到底，老爷们还是喜欢小鸟依人的，对不对？起开，起开！注意安全！喂，明姐，我是童刚，你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找你聊点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厅等你。好。帮我点一个孕妇可以喝。姐，什么事儿啊？跑到这儿来找我？我就不能来公司看看你？请坐。热牛奶，孕妇可以喝的。无事献殷勤。还有，小小心意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也不收你这键鼠套装啊！无线套装，安全环保，非常适合你这种时尚孕妈。行了行了，你直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这个品牌的总代理是你朋友，做电脑外设的，有印象不？小学同学的表姐夫的堂弟。对对对，我最近在做直播呢，想让你牵个线，搭个桥，认识一下。到时候我有流量了，可以帮他们卖产品。你做直播，你是当网红啦？我刚起步，就在直播间教大家一些健身塑形的方法。等我人气一起来，我就做直播带货。你这直播间攒多少粉丝了？200、300？直播带货，人家也找李佳琦，找你干嘛呀？我刚做1个多星期，现在已经有2000多粉。2000多粉你就膨胀了？你数气球的？明姐，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我简直就是为这个而生的。我现在涨粉的速度蹭蹭的，像坐火箭一样快。行了行了，等你涨到1万粉再说吧啊！谢谢。那个，别和可心提我。知道了。你找的这是什么呀？公司选址要选最好的地段、最贵的楼。你真是大小姐当惯了呀！开公司不考虑成本的吗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要的是 the best。有人做过调查，现在的普通白领为了能上最好的写字楼上班，每个月宁愿少拿1000块的工资。你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完全可以 cover 房租上的差价呀。啊 ，by the way， 产品设计文档我看过了，怎么样？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你找的外包团队不行，换人。职场上你说的那种 the best， 早就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了。一时三刻之间，你让我上哪去给你找到符合你要求？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，我只提要求。Fine， 我现在就给猎头的 BD 打电话。喂 ，Angela， 赵总觉得我们找的外包公司他不满意。Hold on。你找的人是猪吗？写 app 又不是写天书。如果明天再找不到合适人的话，整个昆博也不会用你们的公司。对，我就是可以做到，不信你试试。这里不行，给我换掉，我要的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怀孕嘛，无非就是想吃点酸的、辣的、甜的。来，妈妈给你盛点鸡汤啊。咱们要补一补，好吧？这个鸡汤这么油，我真吃不下去嘛。但是要有营养呀。哎呀，啊，来，哟，宝宝，哎呦，明宝，哎呀，没关系的啊，人家都说了，
双胞胎嘛，妊娠反应就是要大一点的啊。我们再熬一熬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来，我们宝宝的营养就是要保证的啊。来，再加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来喝吧。石头也不大呀。哎呀，那个情义无价嘛。这个老马真有那么好吗？你怎么就答应了？老顾有老顾的好，老马也有老马的酷。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，但是吧，我觉得男人丑一点嘛，女人有安全感呀，对吧？不对，权威研究表明，丑男跟帅哥的出轨率是一样的，甚至更高。女人嘛，都是感情动物。妈，你也是个久经沙场的人了，从来都是你吃定人家，没有人家吃定你的。这个老马嘛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银子没银子的，还一副老坏人的样子。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是怎么被拿下的？那个，哎，电视里不是说了吗？喜欢你没道理。你少来，说实话。老马问我借了20万啊！你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啊？你们俩怎么会是借贷关系呢？哎呀，他欠我总比我欠他好呀。你瞎说！但是我要是现在跟他分手，他不就跑了吗？那我20万不就打水漂了？自诩感情动物呀，结果被人骗财骗色。你赶紧把你那个钻戒拿去鉴定一下是真还是假的，你小心别人拿一个破玻璃来糊弄你。哦，钻戒肯定真的，我自己买的呀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自己买的？你发慌啊你！你也是个老司机了，这种方向性的错误你都能犯啊？哎呀，明宝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不能生气的，你现在怀着孕呢。我们喝鸡汤，来，妈给你再加点最爱吃的糖醋小排骨，来多吃一点啊。核心业务逻辑我已经了解了。那你对我们的要求？所有的客户要求都能够总结出一副对联，就是简单易用，界面好，稳定高效，花钱少，横批立马就要。杨先生心态真好。我会把核心业务逻辑翻译成程序员可以看懂的流程图和公式。我们有自己的产品部吧？有2个产品经理，还有1个产品总监，还有1个技术总监，都有各自的团队。听上去好像已经满员了。杨先生业务能力这么好，应该很多公司抢着要吧？我最后再问一句，我不是我老婆硬塞进来的吧？是薛可欣薛董介绍你的，说你很有能力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这个钟启明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不用金融术语，不会聊天，好像上市公司就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一样。你让你们家薛可欣稍微注意点，别到时候又掉坑里。我们家薛可欣掉不进坑里，倒是钟启明能把你从坑里拉出来。你呀，就为了5斗米折一下腰吧。昆博下面的项目财大气粗的，钱给的也多呀。那别的公司也有项目啊。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多长时间没拿工资啦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家换房子还指望你呢，这里面有俩还指望你呢。那好吧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明天开始这小代码写起来。怎么了？今天路走多了，累啊？呐。我帮你按按。按呢。小姐做个足底吗？做。3号技师为您服务。小伙儿手艺不错啊。那就请老板以后多多照顾生意了。没问题。和好了，他们和好了。哎呀，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又
不是那大是大非的。好，坚持住啊！虽然有点酸痛感，大家继续，继续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今天的拉伸就结束了。那个女生千万不要担心会练出肌肉，男生和女生的激素水平不一样，女生想要练肌肉啊，是一件挺难的事情。仙女姐姐来了，朋友们，把“仙女大气”4个字打在公屏上。羡慕主播的阳光沙滩，我这里都冰天雪地了。我告诉大家，其实啊，我原来也是个总裁，没有几个亿，也至少有个大几千万吧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千万别觉得疲惫生活和财富自由之间就隔着一夜暴富的距离。好久没见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那个位置啊，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轻松，那个位置很难。每天有开不完的会，忙不完的工作，忙不完的应酬。感情啊，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谈感情啊？我就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个饭。分居的2个人坐在一块吃饭，会不会有些尴尬？你是因为迷恋健身，放弃了总裁的身份吗？这个故事啊，主播下回再讲给各位水友听吧。小帅刚也是有故事的主播啊。嗨。人生海海，何必在意一时的沉浮呢？行了，大家就到这儿吧。如果理解的朋友们，可以把理解打在公屏上。我下播了，拜拜。哎，好吧。这条裙子挺好看的，设计师的新款，很适合你。谢谢。最近忙什么呢？最近就健身，卖课。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，就坐在那儿。所以要在这最特别的日子，把你约在这儿。什么日子啊？咱俩分居121天。这还真是大日子啊！吃菜。你最爱……谢谢。挺好吃的。不如你包的馄饨好吃。那当然了，我有独家秘方呢。什么秘方？我在馄饨里面加了松露，唯有爱和美食是不可辜负的。吃过好的，口味上去了，自然就很难下来了。其心可诛。你要是爱吃啊，我可以给你包一冰箱，存着，慢慢吃。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戒了，再吃上瘾怎么办？
对了，咱俩的离婚冷静期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们就正式去把证办了吧。那好吧，看我百忙之中能不能抽出时间吧。干杯！干杯！你终于领会我的精神了，这才是我要的写字间。贵到离谱，物有所值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外包团队选的不错，产品文档可以顺利通过了。哪有什么外包团队呀？就是一个人，薛可欣介绍的，叫杨正。这人不错，把他给我招进来吧。You sure？ 一个程序员已经36、7岁了，你懂的。36、7岁，这么资深的人为什么不招进来呢？行内惯例啊，写程序的36、7岁已经不是香饽饽了。你觉得我是那种在乎行业惯例的人吗？就这儿吧。通过数据分析竞品的投放策略，接下来呢，在1个月之内完成造势，依靠平台去打造1、2个爆款。我们做过调研，一般品牌上新品的标配是投300到500篇软文。你要是也投300篇，声量不够，一下子就被淹没了。那你说投多少10倍，3000篇。真的要放弃传统媒介吗？不找大牌明星了？品牌的定位和定价都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瞄准的是腰部以下的受众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看屏幕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荣温宝计划，有清晰的盈利模式以及顺畅的业务逻辑。那要不要建资金池啊？这个问题不需要。借贷生意还是要以信用作为基础的。如果到期了，有人逾期不还款怎么办？那只会是少数。我们也会成立自己的催收公司来应对这个问题，也会成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。年轻人啊，胆子就应该比咱们这些老头子要大呀。荣恩宝的项目一经发布，昆博的股票肯定会涨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共赢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，跟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一代，他们的行为方式，说句老实话，我看都看不懂。你看得懂吗？你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他们跟我们的传统生意不一样，我们先追求的是盈利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先追求的是用户的规模和数量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最后呢，结果呢，又有许多成功的案例。其实只要 founder 的格局够高，就不会满足于眼前的利润。赚钱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规模，而不是利润率。先圈住用户，再慢慢挣钱，是互联网时代的黄金法则。这老观念啊，就像旧时代的盲肠，没有用了。这一票，我愿意投给年轻人。谢谢徐总。你不一向把自己定位成做实业出身，看不上金融吗？更何况是互联网金融。这叫与时俱进呐。我看你是想证明自己没老，非得给自己凹个与时俱进的造型。嘿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呀？翅膀硬了是吧？我那是担心你，一把年纪，奋斗了一辈子，晚年再沾上互联网金融，再把自己给玩进去。不是，你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你想的是啊，如果有一天我把家产给玩光了，那你到时候就没有家产可继承了。哎呦喂，我要吓死了！我要，我都没有私人飞机坐了，我怎么出门啊？大小姐，先生，趁热喝。好的。
要是有赵颂文的能力和启明的缜密，你也可以做一份商业计划给我看看，来亮瞎你老爸的双眼啊！我知道，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你满意。那不是啊，你就比着启明这样的找一个，我就满意了。我呢，就是不爱吃鱼翅，我就喜欢吃那路边的野馄饨。这碗鱼翅可比你那一碗路边的野馄饨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啊，陈先生。啊，可心去上班了吧？啊，是啊。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来给他包馄饨的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谢谢啊。这人呢，不是非得结婚的。我现在就想好好的把公司给弄好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现在比原来进步太多了，公司做的也不错。但是我老觉得你跟赵颂文比起来，格局还略微少了那么一点儿。但是你有实力，有老爸在你身后。要不然这样，把你那什么广告公司关了，好不好？换个思路，跟他们一块儿做那个荣恩宝，多好。哎，这馄饨再贱，那也是我碗里的东西，你别想动我的。你那广告公司充其量体量就只有这么大，而且又处于下游，累死累活才能挣那么一点钱，至于吗？体量再小，也是我亲手耕耘的1亩3分地；它利润再少，那也是我地里的收成。你那是小农意识。反正我生下来就不能让你满意。你要是那么喜欢的钟启明，那你认他当儿子好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动不动就老说那种丧气话呢？我那是提醒你小心一点，别到时候把家底儿都赔进去了。自己吃吧。嘿，你跟我说好的1周回来陪我吃1次饭呢？薛小姐，来，吃点宵夜吧。嗯，别太熬夜了啊。好。王姐，这馄饨是哪儿来的？是陈先生，是他特意过来给你包的。好。哎，那个，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水友们分享一下。我知道，最近有很多人黑我，当然，网上也有很多支持我的粉丝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健身主播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健身啊、塑形啊、减肥的方法。虽然有几10万粉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，也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。直播无情人有情，小刚帮你行不行？狂龙剑术在手，3天找到女友，198秒杀价。第一个下单的将会获得500元现金大奖。哎，老板看一下，这个营业额上去了，可以的。效果不错。是啊。我这边还有显卡电竞椅，这什么都能卖。那个下面由阮主播帮我代替直播一下。好，马上回来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看这个手表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今年最新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表现的不错。您参观一下。好，看看，姐怎么样？士别3日，灯光不相看啊，表现的不错。直播水很深，铁杵磨成针。现在我是专业的。再接再厉吧，回头啊，我再给你多推点客户。好。那个，你没跟可心说吧？没有，你放心吧。我帮你呢，也是帮他。在你成为直播界1哥之前，他是不会知道的。谢谢姐。别误会啊，请你吃饭只是我单纯的想报恩。 谢谢你给我包的馄饨。 放心吧，我不会误会的。 谢谢你给我包的馄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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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，我不会误会的。
你爱吃的。最近练得不错嘛。还行吧。什么？你又跟他一起吃饭？你一个礼拜一起吃4回饭，比结婚的时候吃的还多。你这是准备复合啦？签字。分居也是可以做朋友的嘛。什么意义上的朋友啊？闺蜜啊，还是蓝颜知己啊？我多一句嘴啊，要是没这个意思呢，就保持点距离，别让人误会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想多了。他最近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。你说他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妈，哎，回来啦！我好饿呀！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妈妈给你盛饭啊。还是妈妈做的菜对我胃口。嘿嘿，你现在一个人吃要管3个人呢，我给你多盛点啊，多吃一点儿。好，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啊。谢谢妈。哦，杨真找到工作了吧？没呢。啊？那要你一个孕妇天天顶着大肚子养活全家呀？没有，人家也没闲着，他天天开网约车挣钱呢。我跟你讲啊，孕妇就更应该理直气壮的撒娇耍赖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你咳嗽一声，就应该有人知道你要喝的是几度白开水。你倒好，天天挺着大肚子养全家。行行行，你别天天琢磨我了。你呢？你的感情生活进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还那样呗。安迪，之前让你帮我查的人查了吗？对，杨征，36、7岁 IT 男。把简历发我一个。进。不是你有本事照顾好你自己吗？要没本事就让我来，我一会儿接你去啊。怎么是他？赵董，让他到惠斯来面试。真的吗？哎呦，丽姐买菜啊？你把啥地买菜啊？哎，买菜。哎，这是我儿子，叫阿姨呀。哎，你好。行行，那你先忙啊。哎，对，哎，行了了。哎，躲呀？没躲，不是打招呼了吗？哎，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？不是妈，这以后你出来买菜能不能别老带着我？